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《易经天下说》。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，下巴主管人61岁至75岁的整体晚运，同时也代表人的房产、福禄、子孙及下属运。下巴长得好的人，晚年生活会比较幸福，老有所养，含饴弄孙。假如下巴长得不好，则可能晚年孤独，无人承欢膝下。下巴包括承浆、地库、皮齿、额压、金缕、归来、宋唐、地格、奴仆及腮骨等部分，其中承浆、宋唐及地格最为重要，其上有无文侵破损，对人的运势有重要影响。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报复面相吧。一、双下巴面相，有双下巴的人财运非常的好，且为人善良，性情温顺，是个非常重感情之人。正面相的人在社会中绝对是德高望重型的一个人，他们对人都很热情，人际关系也很不错。双下巴的人地库饱满，能兜财。这面相的人到了晚年，不仅运势很好，更重要的是子孙满堂，儿女孝顺，能享个安详的晚年。二、方下巴面相，方下巴的人一般都很踏实，为人干脆果断，有责任心，但脾气有点倔，且缺乏一定的浪漫情趣，尤其是下巴四方的女生会有些缺少温柔，所以恋爱时找对象稍有麻烦。不过若遇到合适的，婚恋一般都能长久。在人际上棱角过于分明之人，往往有些尖锐，会经常得罪人，所以虽然在事业上颇有冲劲，但因为同时又缺少恒心，遇错后自救能力不强，所以很难东山再起。三、翘下巴面相，翘下巴的人财运会很不错。有句老话就是下巴兜兜，晚景无忧，意思就是说翘下巴的人晚年必定是享清福的。翘下巴的男人有很强的自我性，他们不管做什么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，然后必定会达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，遇到什么都会坚持到底，且是个非常懂浪漫的一个人，总是会给另一半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此面相的人不仅财运好，感情也会很顺畅。四、下巴内凹面相，有些人的下巴是有点内凹型的，这样的人是个非常富有艺术气质的一个人，他们内心有着丰富的感情，生活也是如此多姿多彩。这面相的人性格虽温顺，但是很有韧劲，他们做事行动力非常的强，特别是很适合做幕后策划者。不过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下巴内凹的人不够阳刚，如果男人下巴内凹，那么就会有一点懦弱的表现，不过这都是可以就这个改正克服的。圆下巴面相，圆下巴的人面相上看起来比较有福气，尤其是又圆又宽的那种，是我们常说的有福之相。这类人温柔乐观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单纯的有点傻，但实际上感情却很细腻。此类型的人，男人对感情比较专一，事业也不错，是不错的婚姻对象。女性相信爱情，一般婚恋运也不错，但有时却容易因为天真而被骗，所以恋爱时还是要小心点的。六、尖下巴面相，这类型的下巴长得很秀气，命主一般都很机灵，有才华，有个性，但是为人多疑，虽事业不错，但感情却不利，既三心二意，容易变心，也容易受伤。婚姻上最好迟婚，以免早期不够成熟引起婚变。配偶宜选择阔下巴的人，性格互补，利于相处。同时，因为尖下巴的人缺少一定的福气，如果面相中其他五官长得不好的话，晚年运将运不好，所以要年轻时便提前预防。如果下巴不仅尖，而且还长，这类人会倾向于喜欢冒险，平时要注意适当节制。而下巴不仅尖锐，而且还歪斜的人，此类人一般心术不正，喜欢恩将仇报，与其交往就要特别小心了。七、宽下巴面相，宽下巴的人一般为人耿直，略微冲动，虽然执行力很强，但欠缺一定的心计，容易被人利用。若宽下巴又很有肉，此类人往往心地宽厚，为人良善，他们的晚运会很好，属于有福的类型。八、长下巴面相，一般下巴比较长的人都很顾家，尤其是在结婚之后，处处都会为家人着想，并且会为了家庭生活幸福而付出很多努力，从而更好地稳固家庭关系。而且这种面相的人健康运势也比较旺，很少会生病，甚至容易长寿。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心地善良，在生活中乐于助人，虽然有时候会因为帮助别人而让自己吃亏，但善有善报，这种手相的人总是能够得到好运，能够收获更多福运，尤其是在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，总是会有贵人相助，帮助自己化险为夷。九、风形下巴面相，风形下巴
容易和方形下巴搞混，其实很容易分辨。风形下巴由于腮骨过于突出，造成下面宽上面相对较窄，这和方形下巴形成的国字脸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。风形下巴其实就是腮骨过于突出，腮骨突出是好的，如果过于突出，对晚年也有帮助，但是对品行上却有一定的影响。腮骨过于突出的人，破坏性和秘密性都很强。肉下巴面相，这种下巴跟上面所说的双下巴有点相似，但区别之处就是肉下巴肉很多很肥肉，但不一定会成双层。这类型的下巴很有福气，晚运很好。同时，在相学中，不同部位的痣都有一定的寓意，有的吉祥，有的凶险。一般来说，痣生于人体的寅处多吉，胜于咸处。关注易经天下，则多凶。而且痣也分为吉痣和恶痣两种，颜色黑亮或朱红，略微突出。其上生毫者为吉痣，颜色灰褐，暗淡无光，平而不突；其上无毫则为恶痣。下面来看看下巴上长痣、开花痣有何寓意。通常来说，下巴有痣的人，如果这个痣属于恶痣，代表其人一生很不安定，若不是频频换工作，就是经常搬家，居无定所。过了中年以后会发生挫折，而孩子的问题也需令人担心。但如果痣形很好，则不动产多，适合做房地产投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生活会过得极为安定，幸运也会降临。其中一，左边下巴长痣，下巴左边有恶痣，代表家里兄弟身体稍差，挣钱方面不易，破偏财。有吉痣则不动产会较多，可继承祖上遗产，也适合投资房地产。二，右边下巴长痣，下巴右边有恶痣，代表家里姐妹身体欠佳，存钱方面有问题，破正财。有吉痣则主权势，其人可掌实权，有领导才能。三，下巴上部长痣，下巴偏上，靠近嘴巴处有吉痣，表示其人比较贪吃，但有福运。俗话说得好，能吃就是福嘛。四，承浆处长痣，承浆是指下唇中间凹入的地方，处于下巴与唇之间的位置。古代人一直以为，人若行至承浆之运，已属晚年；若此处饱满有肉，红润或透白光泽，无文亲痣破，代表衣食丰足，可享晚福，即黑青之色。如青年人在此部位呈现黑气，容易在水上活动时碰到意外，宜多加提防。此外，古人认为承浆为凹代表酒量好，平满代表多饮多醉。假如承浆被文亲痣破，代表其人饮食容易出问题，例如肠胃敏感、食物中毒。同时，假如此处长痣的话，代表人时常改变居处，也表示其人能喝酒。如是恶痣，小心醉酒与水恶。女人有恶痣，要提防夫妇感情不睦。宋唐处长痣处于承浆之下，地格之上的位置。人生70古来稀，运至宋唐，气色一见白润或透红为吉兆。如出现带红丝的乱纹，则会孤独终老；有黑痣，则会移居外地，离乡别井。宋唐季见消线枯黑，若须枯没落，神志身轻，生杀破气，便难行晚运，将近寿终。六，地格处长痣，地格位处宋唐之下，亦即下巴的末端，为人生的最后一个大关。地格一定要饱满有肉，方能行晚年运，得儿孙绕膝承欢，福乐满堂，行以元后为家。主见父，如下巴呈方形，乃老来劳碌之象，未可安享清福。关注易经天下，地格即凹陷、歪斜或尖削，因下巴尖削，乃福薄、孤独终老之象。若地格处长痣不利感情运，亦有外来诱惑，如是恶痣，晚运不佳，生活运、家庭运、物质运、财运都不安定，也要注意防患水灾及酒毒之伤害。七，腮骨处长痣，腮骨是下巴的外沿，如果腮骨有痣，代表坚持力差，朋友有难就会溜之大吉。左腮骨有痣，对新朋友不忠；右边腮骨有痣，对老朋友不忠。八，地库处长痣包括左右两个地库，如果这两个地方有痣，主富，代表一个人有钱富有，且多实业、物业、产业，一生能有很多的财产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